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美国波音公司的相关人员将携带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飞往中国，以便接受中国相关部门的试飞检测。据彭博社报道，波音公司的这架波音737 MAX 正在飞往中国，以进行相关的飞行测试。该飞机因为连续发生2次坠机事故，在中国呢已经被禁飞超过2年。据称，这次试飞是取消中国飞行禁令的关键步骤。波音737 MAX 是波音公司研发的波音737系列的最新改进型，但是这款改进型刚刚投入航线使用，就连续的发生了多起严重事故，其中呢2次坠机，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。中国在世界民航界第一个宣布停飞波音737 MAX。我们国家的各个民航公司所订购的波音737最新改进型的这款客机方面呢，可以说采购量比较大，受到的影响也很大。那么现在禁飞了2年，它的前途如何？这次试飞可以说对波音公司来讲意义重大，因为随着双方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，该公司近年来一直没有从中国获得大的飞机订单。但彭博社也提到，虽然波音737 MAX 的中国试飞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，但中国的监管机构仍然可能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，然后才会允许该机恢复商业服务。大批的波音737 MAX 这些新型的客机停飞2年，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但是为了保证中国和国外旅客的安全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那么现在的波音737 MAX 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呢都已经开始恢复商业航行了。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放开？首先，我们对美国现在搞的波音737 MAX 的补充试航并不信任。这款飞机之所以连续发生问题，是因为它存在着一系列设计上的缺陷。该机为了能够和中国的 C919 以及欧洲空客公司的 A320 的最新改进型竞争，不得不换装了新型的涡扇发动机。但是在换装的过程中，它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它的起落架比较短，发动机没办法再挂在翼下了，只能向上移、向前推，才能保证它离地面有一个安全的距离，否则在起飞降落过程中很可能会吸进砂石，造成发动机的损坏。那么一旦飞在空中，发动机出了问题，那么可是要命的事儿。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因为它把发动机上抬和前移了，最终导致机翼的失速迎角降低。那么失速迎角降低，在操纵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。过去的波音737、700、800，可能它的失速迎角在10几度，比如说14度、15度这个范畴。那么如果换装了新的发动机，改成了波音737 MAX， 那么它的失速迎角可能会减个1-2度。那么飞行员在操控的过程中稍不注意，就有可能将迎角拉得过大，大了以后飞机容易失速，失速就会下坠，下坠就会造成事故。不得已，波音公司在这款客机上呢做了一些软件上的和硬件上的调整，但是这些改装设计很不到位，安全问题考虑又不周到。在试飞取证的过程中呢，美国的适航部门又很不负责任。尽管美国现在声称他们已经过试飞，已经能够保证这款飞机的安全了，但是对于中国民航部门来讲，你必须飞给我看，而且我们还要派人上去进行
相应的适航检测。即使是它达到了或者是满足了适航取证的要求，在今后的使用过程中，波音737 MAX 应该说还是存在着相应的问题的。这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它的外形的设计和结构的设计上，带来了一系列不得不用飞控软件来解决的问题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飞行状态下，今后会不会还出问题？这个现在还不好预测。起码在我们现在购进的这批波音737民航客机恢复飞行之后，我建议我们的相关部门不要再购买这款波音737 MAX 平台了，因为它一直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。这样的平台对保证飞行安全是不利。那么已经买来的飞机怎么办？有一些可以继续投入航线使用，还有一些干脆改成客运货机。我想这才是保证中国民航安全率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